秦家被抄后，秦叔瑜的太子妃之位落到了我头上，太子不忍青梅沦为官妓，多番运作下，秦叔瑜摇身一变成了太子书房里红袖添香的侍女。我身为正妻，自有容人之量，无意与他为难。不想大婚那晚，太子正要与我圆房，殿外忽而响起凄凉哀怨的笛声，又听秦叔瑜破碎的声音传来：前尘往事断肠诗，冬为君痴，君不知。笛声再度响起，吹的是一曲思君赋。这样大喜的日子，配合着如此哀怨的曲调，知道的以为是太子娶亲，不知道的还当是太子薨逝了呢。好歹以前也是名门贵女，不想手段如此下作。邓玉宸明显受了影响，那双刚扶在我腰之上炙热的手掌迅速冷却，眼中欲望之火熄灭，取而代之的竟是一抹不忍。世家多少双眼睛盯着东宫，如何能不知太子将本要充作军妓的秦叔瑜暗中救下，塞进了东宫成了侍女。太子重情义，这是好事，上位自然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。我身为太子正妻，早已做好了与其他女子分享夫君的准备，只是新婚之日，自己的夫君被另外一个女子勾引得魂不守舍，若不圆房，明日我就会成为京城中的笑话。皇后不会怪自己的儿子轻浮，只会怪我抓不住男人的心，让一介低贱侍女有可乘之机。殿下，今日是你我大婚，可否给臣妾一个体面？我说的如此直白，倒让邓玉宸回过神来。当初秦叔瑜的太子妃之位是太子亲口向皇上求来的，而我却是皇上亲自下旨昭告天下，许给太子的。我的身后是清河崔氏，百年世家，名流正派。若他今夜为了一介侍女置我于不顾，那就是给清河崔氏没脸。几乎是瞬间，邓玉宸就做出了选择。他反身压上来，邓玉宸眸色渐深，任他殿外彻夜幽怨，再不理会。第二日，我比邓玉宸早起了一个时辰，今日要觐见上位，自然要打扮得隆重些。我坐在镜子跟前，任由10几名侍女将我精心装扮。崔氏已是钟鸣鼎食之家，可远比不上皇家的奢华和高贵。不到半个时辰，我便已满头珠翠，穿着厚重繁华的朱红朝服，再配上太子妃品阶簪带的无尾凤钗，装扮好后，连我自己也险些认不出。怪不得宫中娘娘们个顶个的美艳绝伦，果真是富贵养闲人。上马车时，邓玉宸主动牵了我的手：“母后为人随和，待会儿不用害怕。”邓玉宸声音柔和，和所有新婚夫妇一样，眼中有化不开的柔情。我知道他是想在外人面前表现太子夫妇恩爱和鸣。我端庄一笑，配合他：“妾身多谢殿下关怀。”中宫主位，皇后已等候多时。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皇后，杏眼红腮，眉目雍容，仿佛岁月并没有在她身上留下痕迹。说起皇后，倒也称得上传奇。听闻皇上少年时巡查淮西，与县令之女的皇后娘娘一见钟情，皇上不顾反对，将皇后带回皇宫，跪了1天1夜才得到先皇点头，册封为太子妃。往后帝后恩爱和鸣，成了一段佳话。有太子在一旁，我们3人也算其乐融融。过了一会儿，皇后娘娘让太子先行给皇上请安，把你们家婴儿留在这里，陪陪我这个老婆子。太子明白，这是皇后娘娘有话要跟我说，识趣告退了。好孩子，你别怕，本宫就是想跟你说说知心话。诺，你是皇上钦点的太子妃，自有过人之处，本宫也信得过你。秦家那丫头长得也水灵，可惜秦家不争气，连累了她。本宫问你，对于那丫头，你是怎么想的？皇后娘娘和煦笑着，仿佛真的在闲话家常。太子仁厚，不忍昔日故人沦落纷尘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况官场之事，秦姑娘一介闺阁女子又岂能知道？晨曦既嫁给天家，自当以殿下为先，顾全东宫颜面。男女情动本是常事，来日让秦姑娘当个凤仪，伴在太子身边，也是佳话一桩。秦淑雨虽是罪臣之后，可她被太子所救，足以见得她在太子心中还有些许地位。现在让她当侍女，只是权宜之策。等来日风波过后，众人快要淡忘时，再为她重新安排个身份，成为太子的女人。所以她的地位不能是无名的侍妾，秦氏身份不光，自然也不能有过高的册封。那么末等凤仪就是最适合秦淑雨的位置。难为你小小年纪便有容人之量。凡是当正妻的，为人母教的第一课就是要有容人的胸襟。你能为秦氏如此考虑，也是他的造化了。你今年多大了？回母后，晨曦今年17，等过了中秋便是18了。你娘生你倒选了个好日子。本宫忽然想起来，我母家在乾阳也有一个小侄女，也是中秋生的。晨曦听闻乾阳风水养人，养出来的都是和皇后娘娘一样的美人。他日温温妹妹若来京都，娘娘可一定要让晨曦见见。她呀是个有名的小泼皮，被宠得无法无天。她父亲这2日正求本宫来管教她呢。娘娘说哪里话？姑娘家家的，又不像男人要封王拜奖，嫁个好人家，无忧无虑过一生也就是了。皇后叹了一声：“正是呢，只是她太过顽劣，惹得我兄长头疼不已。若是妙妙能有你一半聪慧端庄，本宫也就不愁了。”娘娘执掌中宫繁忙不已，何不让温姑娘来东宫与我小聚作伴？臣妾与温姑娘年岁相仿，定有说不完的话题。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，如此便辛苦你了。回宫路上，太子问我与皇后说了些什么，我挑了些重点，将我和皇后的谈话告诉了太子。太子是我的夫君，
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况且后院儿女人们的事又不是什么大事，左不过都是为了男人争风吃醋罢了。太子听闻也没什么波动，只说让我自己做主便可。回到东宫，秦淑瑜早早就在门口候着。殿下，下一秒。他未说完的话便卡在了喉咙，因为太子正拉着我的手下马车，迎接的随从侍女跪了一地，只有秦淑瑜一脸受伤的站在原地，瘦弱的身躯加上红肿的眼眶，让人怜惜不已。我依偎在邓玉晨跟前，率先开口：“这位就是云烟姑娘吧？”既是罪臣之后，也不能叫原来的名字了。太子为她起名叫云烟，寓意往事如过眼云烟。邓玉晨虽没说话，眼里却有心疼之意，只是碍于我在场，不好抹了我的面子。云烟姑娘与本宫是旧识，以后就莫要行礼了。将这里当成自己家一样，缺了什么就和本宫来说。门口风大，姑娘身子弱，还是快回去歇着吧。殿下不是还有要事吗？妾身就先回去了。正是，辛苦爱妃先回去，姑忙完再来看你。邓玉晨走后，秦淑瑜看了我一眼，咬着嘴唇快步跟上邓玉晨走了。他的心明显已经飞到秦淑瑜身上去了。我何不成人之美，展现我的大度呢？任他和秦淑瑜爱得难分难舍，单秦氏身世这一条便不足为惧。现在要提防的是皇后母家的那位小侄女。不到半日，陈竹便带了消息回来。皇后侄女温妙意昨日刚从乾阳出发，一路游山玩水，走得慢些也得月余才到京城。奴婢听闻这位温小姐长得貌美如花，性子天真烂漫，不受拘束，很受乾阳才子的追捧。这么说来，竟还是个妙人儿。当年皇上不顾众人反对，将出身寒卑的温氏封为皇后，寒了一众世家的心。如今断不可能再让温氏女入宫。眼见赐婚这条路行不通，皇后便想通过我这条捷径，促成太子和温妙意的好事。说来日皇上细究起来，是我主动开口让温妙意入东宫，才让自己的儿子和温妙意有了见面的机会。而我们的皇后娘娘干净如丝，可是一点都没沾到风沙呢。本宫看起来是不是很蠢，很好骗的样子？娘娘姿容绝色，又得老爷亲自教导，为宅妇者当才优干绩，怎能是蠢呢？是了，我父亲是清河崔氏家主兼文流之首，母亲是当年范阳卢氏鼎鼎有名的美艳女郎。我自小得父亲教导，又有母亲带我指点中窥，说是京中贵女的典范也不为过。可成婚不过2日，皇后，我名义上的婆母就要借我的事将自己侄女堂而皇之的塞进东宫。我能容忍我的丈夫抬了一个又一个美妾进门，可我不能容忍有人拿我做法子，逼着我干我不喜欢干的事。若温妙意真是个天真烂漫的倒也罢了，如若不然，那就别怪我无情了。皇后老谋深算，未谋面的温妙意也是个隐患。我刚进东宫不久，还未站稳脚跟，就已经腹背受敌。思来想去，我还是决定先从秦淑瑜入手。在闺阁时，她被父兄娇养得有些单纯，本性其实不坏。经历家破人亡，从天堂跌到地狱的日子，想必她也是日夜忧虑，才会做出新婚夜抢别人夫婿那等不知廉耻的事。毕竟只有抓住太子这根稻草，才有翻身的可能。思及此，我直接单独拨了个院子给她住，还给了她赐了2个丫鬟差遣。邓玉晨有心护着秦淑瑜，不让她与我过多接触，生怕我因大婚那晚的事记恨她，一次借着晚饭的机会。陈竹，把这道糕点送去让云烟姑娘尝尝，本宫记得她爱吃。邓玉晨有些惊讶，爱妃还知云烟喜好？瞧您说的，我跟云烟姑娘也是旧相识，多少知道些她的爱好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娘娘心善，有什么好东西都想着云烟姑娘一份。前些日子新到的花样，娘娘还让丝绣房送去，让云烟姑娘先选呢。住嘴！哪有你多话的功夫？还不下去！云烟姑娘的为人我最是清楚，她不是个多事的，就算看在以前的情分上，妾身也愿意照拂她。没想到爱妃竟有如此胸怀，倒是让姑小看了。你与她既然是旧识，往日让她多来拜会你，你们女孩子家家凑到一起，打发时间也好。正是如此才好呢。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我笑得更加温婉，正是如此才好呢。毕竟要做储君的女人，哪能一辈子窝在后院不见人呢？秦淑瑜得了邓玉晨的命令，第2天就来拜会，只是看眼神还有些不情不愿。也是曾经同为名门之后，如今一个坐在上首当主子，一个跪在地上当奴才，心里能平衡才怪。等他磕完头，元烟姑娘快起来吧，本宫上次就说过了，以后见面就不用跪拜了。香茗糕点皆是上品，我待秦淑雨就和在闺阁时一样，没有任何贬低作践，说的也都是些家常话，捡他感兴趣的来。临走时，他已不似刚来那般紧张了。等到第2次、第3次时，我依旧待他如常。到了第5次，时机成熟，我将一套墨宝送与了他。他盯着这套墨宝，眼眶忽然红了。这是昔年阿兄送我的吉吉礼，他说我最喜看书写字，来日定会成为一代才女，名扬天下。秦淑雨捧着盒子，呜咽哭泣，对于亲人的思念在此刻迸发。秦府就不会被抄，阿娘不会呕血病死，阿兄也不会被斩首示众，她还是国公府最天真烂漫的女郎，月下读书，等着青梅竹马的少年郎来娶她。可如今家没人，亲人没了，自己的少年郎也娶了别人，而自己只能改头换面，在他的庇佑下苟活偷生。娘亲，阿兄
舒儿好想你们。逝者已逝，若是秦夫人在天有灵，也不想看到你为她如此伤身。只有活下去，才有希望。从前是我小人之心误会了娘娘，还做出许多错事伤害娘娘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娘娘是天底下1等1的菩萨心肠，还能像从前那般对我。舒儿在这里给姐姐赔罪了。快起来！你既叫我一声姐姐，那就是将我当做自家人了。如此生分做什么？至于之前的那些事，你不过是做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，换了我也会如此。你只需记着，从今往后，本宫会把你当自家妹妹一样护着你。舒儿身无长物，无以为报，愿今后以娘娘马首是瞻。如有背叛，我秦氏全族不得往生，生生世世受天谴之苦。也自己发誓，有待商榷。以全族起誓，倒真有几分信赖。好妹妹，我不需要你为我马首是瞻，我要你跟相爱的人在一起，从今往后无忧无虑的活着。姐姐，我对太子，你与殿下本就青梅竹马，若没有这些是非，你早就成了他的妻。不瞒妹妹说，我对太子深爱至极，可太子是储君，又怎会只有一个女人？所以我情愿他真心相待的人是你，最起码他是真的快乐。我转移话题说了些趣事，引得他破涕为笑。送走秦淑瑜，我终于松了口气。想要收服一个落了难的贵女不难，只要如从前一般对她，不计前嫌，给她该有的尊重，再从她天翻地覆的生活中照顾她，一点一点扒开她的心理防线，最后再以亲人旧物打动她，那道不堪一击的墙垒便轰然倒塌。那我也会像我说的，待她如妹妹一样。至于刚刚说的对太子深爱至极，完全是胡诌的，只是为我的行迹找一个合适的借口。我只把邓玉宸当我的上风，从未有男女之情。什么情啊爱啊，哪有权力来的实在？到了15，照规矩得去给皇后请安。中宫门口远远就看到袁姑姑在门口候着，娘娘一大早就等着殿下和太子妃呢，快随老奴进去吧。未到正殿，就听见有一喜鹊般的声音传出，算算时间，应该是温妙意到了。姑母，表哥怎么还不来啊？你个没心肝的，刚刚还说最想姑母，不过半刻就开始念叨起别人了。表哥哪是别人，他是姑母最亲亲的乖儿子呀。小下催鬼。这就是温妹妹吧，好俊的模样。行完礼，我主动上前拉住温妙意攀谈。温妹妹一路来辛苦了，可还住得习惯？温妙意暗中打量我几眼，脆生生笑道：“这位就是嫂嫂了吧？早就听闻嫂嫂是京中1等1的美女，今日一见，果然让妙妙心生喜爱。嫂嫂，京城里有什么好玩的呀？姑母这里虽华贵，可待的人都闷闷的。你既待得闷，便让晨儿和太子妃带着你到处转转，解解乏。”我心里冷笑，太子是晨儿，我就是太子妃，倒是在外人面前一点面子都不给我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对我这个儿媳不满意。哦，不对，在皇后眼里，我才是那个鸠占鹊巢的外人。再说了，男主外女主内，一个地方出来的贵女，还要让太子一起陪同。皇后，你未免太高傲，也太看不起我了点。温妙意闻言，才假装看到一旁没说话的邓玉宸。太子表哥，好久不见啦！妙妙跟嫂嫂投缘，一时间说话都忘了表哥还在这里啦。许久不见，温表妹安好？表哥今日有没有事？带妙妙出去玩嘛，好不好嘛？姑今日正巧休沐，表妹想去哪里？长安街最是热闹，妙妙要去吃老纪家的馄饨，再去梦蝶轩买些首饰。得到首肯，温妙意拉着邓玉宸的袖子就要往出走，又好像才反应过来，店内还站着一个我。嫂嫂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妙妙忘了你还在这里啦。嫂嫂莫怪啊，只是以前都是表哥陪妙妙一起逛的，现在贸然多了个嫂嫂，妙妙还有些不习惯呢。无妨，表妹长久不在京都住，多逛逛也是应该的。你讽刺我夺了你的位，我阴阳你是小地方出身，没见过世面。我身后是百年世家清河崔氏，皇后也就罢了，还能让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贵女爬到我头上？真当我崔福一是软柿子？长安街是京都最大最热闹的一条街，道路车水马龙，来往走卒与小贩的吆喝声不绝于耳，人间烟火气十足。表哥，马车里怪闷的，我们一路走走散散心吧。嫂嫂金尊玉贵的，平时应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吧？这街上这么多人，嫂嫂能抛头露面吗？未出阁的女子最重声誉，妙妙都不怕，我还怕什么？更何况……我话锋一转，看着邓玉宸嫣然一笑。不还有夫君陪着我吗？这是我第一次叫邓玉宸夫君，叫得他颇为受用。男人嘛，就喜欢看女人们为他争风吃醋。表哥在亲，能亲得过夫君吗？邓玉宸点点头，赞同道：“夫人此话有理，妙妙既要下车散心，还是戴个面纱为好。”这一会子逛的功夫，我也算是看出温妙意是怎样的人了。要装平易近人去吃馄饨，端上来却只吃了一口；要吃糖葫芦，
买来后糖衣都快化了，也不见他吃一颗，倒是把小孩子玩的拨浪鼓拿在手上，一蹦一跳来回转动，卖力表演天真烂漫。每次当他要蹦蹦跳跳拉邓玉晨时，我就会忽然拉住他，跟他说些有的没的，让他找不到间隙去攀附邓玉晨。温妙意又生气又不敢发作，还得继续蹦蹦跳跳演戏，落在我眼里十分滑稽。回宫时，邓玉晨有公事先离开了，让我陪温妙意一同回去。邓玉晨一走，温妙意即刻变脸，将手上的糖葫芦和拨浪鼓从车窗丢出去，眼中尽是嫌恶，一点都不避我在场。我与他一路无话，到了府里为他安排妥当。我乏了，送客。温妙意缓缓起身，伸了个懒腰。嫂嫂快点休息吧，来日方长，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呢。这话说的十足挑衅，我没有回应，笑着让陈竹送客。皇后出身小门户，家里教养出的女郎也是这般货色。比起京都贵女的手段，温妙意这种直来直往的，还真让我生出了些意思。去给父亲传个信，让他仔细打听前阳温氏。是，之前得到的温氏消息都是用的我自己的人脉，可观今日皇后和温妙意此举，已然把我不当人了。既如此，那我也不能守株待兔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多查一些总是没错的。温妙意入住东宫这件事，秦淑瑜没过几日就知道了。温妙意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接近邓玉晨的机会。待看到秦淑瑜在书房侍候，哪里来的贱婢？不知道这是书房重地吗？还不赶紧滚出去！奴婢是专门看守书房的侍女渊烟。管你是什么人，表哥的书房从不让女流进入。你们东宫的女人果真都不知廉耻，都想霸占表哥，鸠占鹊巢。说着还不解气，又给了秦淑瑜一巴掌。贱婢，还杵在这里干嘛？滚出去！秦淑瑜捂着脸颊，泪汪汪跑来了我这里，将温妙意的举动一五一十告诉我。姐姐，温氏来者不善，你要小心才是。陈竹，去煮鸡蛋。温姑娘年龄小，有些太不懂事了。前些日子还当着皇后的面否蹭我呢。皇后娘娘没替你说话吗？一个是她爱护的侄女，一个是她不喜欢的太子妃，她怎会替我说话？姐姐出身名门尚且受气，要是换了我，真不知怎么是好了。好歹也是女郎，怎么说话又泼辣又粗鄙？谁说不是呢？皇后偏宠她，殿下也和颜对她，我呀也只有让着她的份儿。好妹妹，你且忍忍，待送走了这尊大佛，咱们也安宁。秦淑瑜听到太子对温妙意的态度，眼神一变，她拒绝了陈竹再给她敷脸，走时颇有些失魂落魄。秦淑瑜顶着鲜红的巴掌印回到住处，静等邓玉晨回来为她做主。她明白福音姐姐有难处，她与邓玉晨青梅竹马，她能肯定邓玉晨待她的情分是和别人不同的。她就不信温妙意猖獗至此，邓玉晨还能不管。今天她等啊等，从天亮等到天黑，还不见邓玉晨来。秦淑瑜心里有些慌乱，以往不管多久，只要邓玉晨回来，必定回来找她，哪怕只是坐一会儿说说话，也能抚慰她日日惶恐的心。一瞬间，她脑子里闪过无数不好的画面，莫不是她出了什么事？她唰的一下起身，着急忙慌跑出去。她得找福音姐姐打探一下消息。她走得飞快，连呼吸岔气的肋骨疼痛都顾不上，也无心欣赏一路上形态各异的花卉绿植。快走到牡丹花圃时，她听到一阵少女的娇笑声。不对不对，表哥在这里，快扑这里！少女脆生生的声音宛若清泉，可在秦淑瑜耳中如觉噩梦。这不是温妙意的声音吗？她嘴里的表哥莫非是？秦淑瑜放慢脚步，蹑蹑走过去，看见邓玉晨手里捉着一只萤火虫，小心翼翼将萤火虫放在温妙意手中。表哥，你真的好厉害！我宣布，表哥是全天下最最厉害的人。你呀你，何时才能长大？人家才不要长大，人家要永远在表哥身边，要多长久有多长久。不害臊，哪有女孩子不出阁的？外面那些臭男人哪有表哥半分好呢？眼神看向一边，刚好看到了愣在不远处的秦淑瑜。贱婢，你在偷看什么？尖锐的吼叫声使秦淑瑜回过神来，她急忙上前行礼。奴婢只是路过。路过？你这个贱婢，不知道在这里偷窥多久了。今天你就在表哥书房偷东西，现在又跑来偷窥我和表哥，你就这般不知廉耻？离了男人不能死吗？表哥，你府里怎么有这么不懂事的贱婢？也不知道嫂嫂是怎么调教的，竟然以下犯上偷窥主人行踪，不如拖下去乱棍打死的好。奴婢没有偷东西，也没有偷窥二位主子，奴婢真的只是经过。太子知道的，奴婢一直在书房当值，怎么可能偷东西呢？你狡辩！表哥书房从不允许女人进去，你是什么东西也敢在里面当值？我在不在书房当值，查查卷宗就可知。温姑娘身为温氏女郎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皇后娘娘的脸面，这般不分青红皂白就给我下了定论，难道还要以此借口再打我2巴掌吗？她抬头看着邓玉晨，露出半张红肿不堪的脸。温妙意没想到区区一个贱婢还这么嘴硬，心里恨不得活剐了这个女人，面上却好似受了委屈的样子。表哥，妙妙不是故意要打她的，实在是心系你的安危，这才一时间乱了方寸。好了，哭什么？不过是打了一个侍女而已，你也是关心则乱，下次别这么急躁，听话。不过是打了一个侍女。秦淑瑜的心猛然跌到谷底，她还在为邓玉晨找着借口，或许呢？或许是她不能宣之于口的身世，才让邓玉晨不能为她做主。云烟姑娘，
今日妙妙误会了你，妙妙在这里给你赔罪了。说罢，他伸手将跪在地上的秦书瑜拉起来，贴近的片刻，温妙意在他耳边小声道：“秦姑娘，想看看你在表哥心中的地位吗？”说罢，温妙意忽地惊呼一声，趔趄向后倒去。幸好表哥眼疾手快，不然妙妙今天就得摔跟头了。云烟姑娘心里有气，刚刚一推，我们就算扯平了哦。姑以为你是个懂事的，不成想心胸如此狭窄。邓玉晨搂着温妙意，居高临下看着秦书瑜：“你就跪在这里好好思过，等什么时候认识到错了，什么时候再起来。”难道他污蔑我、扇我耳光就是对的吗？云烟，人与人是不一样的，更何况妙妙也给你道歉了。邓玉晨搂着温妙意，一群人乌泱泱的走了。花园里黑漆漆的，陪伴他的只有花香和嗡嗡作响的蚊虫。跪得久了，腿开始麻木，出现抽筋，小腿一抽一抽，疼得他几乎跪不稳。我看着跪在地上摇摇欲坠的秦书瑜，在他快要倒下的那一刻，给他一个有力支撑。妹妹，我来迟了。他抬头木然看着我，要不是我听下人说你夜里匆匆出来，许久还没回去，还不知你要在这里跪多久。这一滴泪有愧疚，也有心疼。愧疚的是我在利用他，心疼的是一个少女的年少启梦，在这一刻终究成了梦幻泡影。彼良人已非此良人。舒儿，你当知道，爱上这个男人那一刻起，他就不会完全属于你。我摘下一朵牡丹，递到他手里。牡丹虽华贵，可也抵不过满园春色。他拒绝了我的搀扶，跌跌撞撞回去了。如今只是将情深撕开一道口子，他便如此受不了。来日3宫6院72妃，争斗的路还长着呢。我有些不忍，看着现如今还平坦的小腹，还是下定决心，在孩儿出世之前，一定得摆平温妙意这个大隐患，最好让皇后也伤筋动骨，不然摊上这个婆母，以后还指不定闹什么幺蛾子。温妙意日日痴缠邓玉晨，又有皇后从中推波助澜，美人在怀，邓玉晨乐得享受其中。殿下，妾身想回娘家探望父母。孤听闻民间小夫妻有3日回门之说，爱妃嫁进来这些日子是该回去一趟，不如孤陪爱妃同去。殿下日理万机，也无甚要事，妾身一人回去就好。邓玉晨听罢也不坚持，只说让我多带些补品，在家多住几日。临走时，我特意去探望秦书瑜。且等我从娘家归来，带你去千佛寺散散心。我没回来前，轻易不要出去，免得让有心人拿你做法子。他性子执拗，我点到为止，不再多说。我知道我这番话定会让他想起那日的羞辱，只是还不够。哎，陷入爱情的女人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，非要去用一些手段去试探男人，等什么时候被伤够了，才会懂得为自己筹谋。崔氏百年清贵，我作为太子妃回门，自然不能太过寒酸。我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，在我回门的这段时间，温氏女郎和太子不清不楚。临走那日，邓玉晨本来说要送我到崔府门口，温妙意歪头拉着邓玉晨的袖子一晃一晃。表哥呢？你不是答应妙妙那天要去钓鱼吗？一天天不学好，就喜欢这些旁门左道。妙妙在京城除了表哥外举目无亲，表哥要是撇下妙妙，那妙妙可怎么办呢？再说了，崔府离得这么近，嫂嫂肯定认识路的。小霞色鬼，我自负不输美貌，可温妙意的灵动天真显然更吸引邓玉晨，更何况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男人最喜欢依附他、崇拜他的小女人，都是贱骨头。殿下已经答应温妹妹，怎好为妾身再失约呢？正如温妹妹说的，妾身长在天子脚下，温妹妹却是不远万里才来的，难得来一趟，您就好好招待她吧。也罢，爱妃就代替姑向岳父岳母问好吧。蹦跳跳拉着邓玉晨走了，还转身给了我一个挑衅的表情。小门户的女儿家，也就是这些下作手段。莫不以为当太子妃只需要讨好太子就够了？怪不得皇上不选温氏女当太子妃，感情早就知道了，这都是些不入流的玩意儿。父亲与母亲得到消息，早早就在门口候着，见到我磕头行礼一番，乌泱泱一群人将我迎了进去。饭毕后，我与父亲单独来到书房。怀了孩这件事，我第一个告知的人是父亲。他身为崔氏家主，又是文官一派的中流砥柱，这些年从未行错半分，不管在民间还是朝堂都有很高的声誉。父亲想来也听说了一二，皇后所作所为令人寒心，待怀孕的事瞒不住，女儿这胎还保得住吗？皇后想让自己侄女当太子妃，必定不会让我顺利诞下灵儿增加筹码。我告诉她这件事，就是让她明白，自我嫁入东宫那日起，她便不可能独善其身。婴儿莫急，天家之事，多少双眼睛盯着，世家都是同气连枝，你只需要借力打力，便可化解。女儿如何不知借力打力？秦氏还未成事，其余侍妾都和鹌鹑一样，女儿不可能嫁进来不到2个月便做主替夫君纳妾吧？打蛇打7寸，为父今日且让你见个人，见完后该怎么做你自己去安排吧。父亲拍了2下手，房门打开，一黄衣女子缓步迈入。奴婢齐采薇见过老爷小姐。齐采薇抬起头，面容竟然与皇后有7分相似。皇后是你什么人？奴婢是乾阳温氏大房嫡女所出，皇后是2房嫡女，算是我姨母。既然出自乾阳温氏，又怎会千里迢迢来崔府当侍女？将你知道的仔细告诉太子妃。老爷放心，奴婢定会知无不言，桩桩件件都说清楚。在齐采薇嘴里，
皇上最看上的不是皇后，而是她的母亲。皇上当年在淮西遇险失明，是母亲救了他，将他带回府里细心照料。母亲虽身为温氏嫡出女郎，可却是天生哑女，她害怕男人知道她是哑女后嫌弃她，必要的时候便叫二房所出的堂妹来代替她说话。堂妹成了母亲与男人爱情的见证人，知晓他们之间发生的所有事。金吾卫找来后，男人必须走了。临走时，男人许诺等恢复后定娶母亲为妻，日月为证，天地可见。母亲怀着期盼等啊等，终于在不久后等来了男人再次归来。他身着五蟒金袍，通身气度华贵无比。他说他来找当日照顾他的温氏女。母亲霎时红了脸，正要起身，却见一袭粉色衣衫的堂妹施施然站起身，说了句好久不见三郎。一句三郎轻易俘获了男人的心，这个声音他无比熟悉。从前他惜字如金，不肯多说话，却有一双最温柔的手替他上药，日夜热敷。男人敢肯定，眼前这个笑颜如花的貌美女子就是日夜照顾他的那个人。二人当着众人的面相拥，男人更是宣布堂妹为皇后，择日入宫。母亲站起身，着急的上下比划。男人注意到母亲眼中出现疑惑，堂妹悄然阻隔男人的视线。这是大伯母所生堂姐，天生哑巴，可能是为你我高兴呢。男人点头，朝着母亲淡淡道：多谢关怀，眼神未在母亲身上多停留一刻。堂妹入宫，母亲的父母更不敢将真相宣之于口，匆匆为母亲挑选了个夫婿，就将母亲嫁了过去。爹爹门第不高，是个秀才，对母亲爱慕许久。时间久了，母亲也逐渐淡忘往事，跟爹爹好好过起日子。可入了宫的堂妹却不打算放过母亲，她生怕事情有朝一日泄露，对她不利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先是派人杀害了她的大伯父和大伯母，制造成陆玉山匪的假象。为了不被人怀疑，又过了1年多时间，她才派出第二拨人，将秀才和堂姐一家人全部杀害。说到这里，齐采薇已经有些哽咽。说来也巧，那日我正在地窖里玩耍，许久不见弟弟找到我轻轻爬上楼梯，刚要出去，就闻到浓重的血腥味，伴随而来的是刀子进入人肉里发出的呲呲声音。他听到母亲和父亲的惨叫声，他吓得大气都不敢出，生怕贼人发现。过了许久，地面终于安静，血腥味更浓。地面传来声音：都杀干净了吗？干净了。7口人一个不剩，该去向皇后娘娘复命了。几个人嘻嘻哈哈，嘴里说着皇后娘娘大方，一个人投2000贯钱。切，2000贯算什么？去年老子手刃温家长房，皇后娘娘二话不说就将春风阁里最水灵的姑娘叫来，整整陪了也1个月。哈哈，春风阁里的姑娘花样最多，你是不是把人家姑娘搞得下不来床了？娘亲上个月刚生下小弟弟，如今家里已经是8口人了，他们应该是不知道，不然肯定会将家里仔细翻找。他呼出一口气，眼泪流了下来，却死死捂住嘴唇，不敢哭声太大。直到灼热的浓烟进来，是那伙贼人在火烧房子，毁尸灭迹。贼人放完火，嘻嘻哈哈走了，他这才敢爬出来。看着满地的尸体，他心痛难忍，却不敢多停留。钱阳已经成了皇后的地方，他小小的年纪又没有门路，只能和乞丐一样颠沛流离。饿了的时候，连破庙里的死老鼠都能吃下去。那一日，他饿昏头了，晕倒在崔阁老的马车前。醒来后知道救自己的人是大名鼎鼎的清河崔氏，他知道机会来了，索性一股脑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知道的全部说了出来。有生之年，哪怕复仇的机会只有1/1000，那他也是试一试。齐采薇足足说了1个时辰，饶是我不轻易表露情感，也听得瞠目结舌。他在钱阳被父亲救下，8年前就被带到京城，乔装成崔府洒扫婢女。父亲从那时起已经开始布局，草蛇灰线，服刑千里。我终于明白父亲为何能成为文官中流砥柱，不惹事，不怕事，未雨绸缪。这样的人得亏是我父亲。在崔府住了3日，收获满满。父亲早筹划好一切，只待给皇后致命一击。20多年前，寒门温氏女力压世家贵女登上后位。20多年后，皇后又想送自己的侄女上来，世家如何甘心？那便弱肉强食，各凭本事。我没有将齐采薇带回东宫，而是安排到别院，找人悉心教导她琴棋书画乃至房中术，什么都会却又不学满。笨蛋美人的人设，配上与皇后7分相似的容貌，好母后，儿媳给您献上一份大礼。我离宫这几日，秦淑瑜被欺负了个遍。温妙义表面叫云烟姐姐，背地里总说秦家活该被诛杀。秦淑瑜忍无可忍，狠狠给了他一巴掌，恰被邓玉宸看到。温妙义殷殷哭泣，邓玉宸大怒，骂秦淑瑜胡闹，说难道秦家不活该吗？话出口他便后悔，却仍让温妙义打回来。温妙义假惺惺说下不去手，提议打30板子，轻轻的打。邓玉宸竟答应了。我赶回时，秦淑瑜正被拖到院子里打板子，女儿加重颜面，打板子是极羞辱的惩罚。邓玉宸和温妙义在旁看着，温妙义眼中的幸灾乐祸几乎溢出来。当晚邓玉宸来，心情沮丧，说不是有意给淑儿难堪。我捧上茶，说秦妹妹性子需要搓磨，但打板子重了些。邓玉宸叹气，又替温妙义开脱。我笑道，温姑娘天真可爱，待孩儿诞下，由我进言纳她为侧妃可好？正中邓玉宸下怀，我趁机告诉她我已有孕1月。邓玉宸大喜过望，我说胎相未稳，待显怀再公布。他让我好好将养，暗示江中会分给温妙义。我顺势提出去千佛寺还愿，待秦淑瑜散心，府里由陈嬷嬷操持。邓玉宸亲自护送。温妙义想阻止，反被落了脸面。在千佛寺住了小半个月，我日日带秦淑瑜听经。最后一夜，我故意让陈卓在殿内提起秦国公是为温氏背锅才被抄家，而参奏的奏折是太子上书的。秦淑瑜在殿外听得清清楚楚，原来灭族仇人就是心上人。他跌跌撞撞跑走，彻夜未归。我没有派人去找，
凤凰涅槃虚受欲火，挺得过便是盟友，挺不过是造化。天亮后，秦书宇在门口候着，眼眶红肿却打扮精致，眼底满是坚毅。回东宫马车上，我佯装不知，劝他别再跟太子置气，他反握住我的手。姐姐说的极是，是该为自己筹谋一二了。回东宫后，陈兰说我不在时，温妙义已把西园大肆休憩，借调了我东园大半奴仆，东园枯叶遍地。我让陈主请太医，邓玉宸赶来时，太医报喜，滑脉、月余、脉搏强韧。邓玉宸大喜，太医临走提醒环境和饮食要格外注意。邓玉宸会意，当晚以祈福为由，将温妙义关进小佛堂。第二日，庭院枯叶尽除，有孕消息传开，世家宗父纷纷拜会。我半躺卧榻，衣着妆容温润得体，正与张夫人说笑，温妙义搀扶皇后进来。皇后说怕惊扰我，所以没声张，坐下给我掖被角，然后当众宣布让温妙义和陈嬷嬷管家中事务，让我安心养胎。温妙义当场嘲讽，女人生孩子如同过鬼门关，就算不死也得去半条命。在场侍妇皱起眉头，皇后却满眼宠溺。我乖顺点头，皇后眼中的怯弱正是我想要的，欲使其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温妙义有了皇后撑腰，更加肆无忌惮，动辄打骂下人，让犯小错的奴仆互殴至脸颊肿烂，还拔掉漂亮侍女的头发，用墨汁在头上写字，称为美人额。秦书瑜不再伤春悲秋，想方设法留住邓玉宸。某夜雷雨，二人成就好事，一个白月光，一个朱砂痣，斗得不可开交。8月15中秋团圆，恰是我与温妙义的生辰。皇后给皇上吹风，将中秋宴放到东宫举办。温妙义大喜，凡事都要最贵最好的，超支府库仍不够，便把主意打到我的嫁妆上。我让陈竹盯着，要什么便给什么，死物而已，让他有命拿没命花。中秋宴上，温妙义穿金戴银如花孔雀，邓玉宸与他穿着同花纹衣裳，殿内奢华惊人，夜明珠镶墙，软烟罗做灯笼。帝后未来时，侍妇们都围在我跟前，无人理会温妙义。帝后驾到，皇上微皱眉头，皇后却拉着温妙义到皇上面前邀功。温妙义上来就说自己费心思布置，还踩我一脚说嫂嫂关起门养胎。我沉默不语，皇上却赐我贴身佩戴的无事牌，当众给我体面。温妙义撒娇说皇帝辜负偏心，皇上没理他。歌舞中，领舞舞姬揭下面纱，竟与皇后7分相似。她说自己叫采薇，咸阳人，摔坏了脑子。皇后松一口气，皇上却说这女子与皇后有缘，留下作伴。齐采薇顺势站到皇后身边，我捂着肚子皱眉。陈竹扶我出去透气，温妙义见状跟陈嬷嬷打眼色，也悄悄退场。厢房里，侯三的猥琐声音传来，但等待他的是悄无声息的死亡。我不会让他出现在人前。中秋宴上，陈嬷嬷等不见温妙义，正着急时，温妙义的侍女小桃跑来喊道：“太子妃在偷人！”皇后猛地站起，带领众人浩浩荡荡涌向厢房。越靠近，女子的喘息声和暧昧言语越明显。皇后冷笑对崔大人说：“你养的好女儿。”门被破开，床围扯下，床上只有一具衣衫不整、姿态不雅的女人，竟是温妙义。她面色潮红，眼神迷离，众人惊愕。皇后傻了眼，皇上冷声质问，皇后指着小桃逼问。小桃说是亲眼看到太子妃进了这间厢房。崔大人慢悠悠地说：“污蔑宫妃，暗绿诛九族，想想你的家人。”小桃喊了一句太子妃，奴婢对不起您，随即咬舌自尽。皇后又指责太子妃躲起来善后。崔夫人怒斥皇后不分青红皂白。正僵持时，太子妃崔福音从人群外走来，疑惑道：“父皇母后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”她笑着说自己刚去另一间厢房小憩了一会儿，转头看到温妙义的样子，惊得后退。皇后恼羞成怒要扇太子妃，被皇上抓住手腕。太子妃的侍女陈竹跪下哭诉：“娘娘您如此隐忍，换来的只是更重的猜忌。奴婢今日舍命也要说出真相。”她当众揭露温妙义曾逼太子妃饮酒。太子妃腹痛去厢房休息，陈兰已请来太医杜院判。杜院判证实太子妃饮下的果酒中含有红花，有滑胎之兆，幸而及时施针保住了胎儿。皇后斥责太子妃收买杜院判，杜院判当场发毒誓：老夫若有半句假话，便让我杜家全族暴毙。崔夫人趁机跪请让杜院判查验温妙义，杜院诊断为温妙义身上并无被下药的痕迹。皇上又传赵王、吴2位太医，二人皆证实宴会上果酒确实含有红花，而温妙义并未中毒。吴太医更直言，温姑娘并非处子之身，且醉酒后行为失态，应是自作自受。邓玉宸脸色铁青，因为他跟温妙义早有了肌肤之亲。一波未平，侍卫来报东宫110来个侍女跪在门外求见，领首的是秦淑瑜，她跪禀奴婢要状告温妙义残害侍女，看不惯长相出众的就拔光头发，用墨汁在头上写字称美人额，折磨够了便赐给老太监当对食，反抗的发卖到最下等窑子。侍女们掀开头套，光溜溜的头上写着丑见难看等字。秦淑瑜泪如雨下，太子妃人善，不愿与皇后正面冲突，悄悄救出被发卖的人，可他们受此大辱，许多已投井去了，求皇上为我等做主。皇上传旨，温妙义、小桃、陈嬷嬷即刻绞杀，温元禄教女不当，降为7品县令。皇后交出公权去闭门思过。温妙义被拖下床时转醒，大喊侯三呢？躺在这里的应该是崔福音。邓玉宸冷着脸说真聒噪，侍卫拿手帕堵他嘴，直到上绞刑架。温妙义也没想通自己输在哪里。事情结束，我挺着肚子送客，赔礼道歉，眼泪要落却强撑笑，众人看在眼里，对我更添敬重。邓玉宸拉起我的手，婴儿，这段日子你受委屈了。我摇头，为了殿下，福音甘之如饴。泪珠落在他手背，他拥我入怀，我回报他，只要福音还在，清河崔氏就是您最有力的支柱。我清晰地感到他松了一口气。
他一走，我彻底放松。这个计策冒险，我真心实意交出钟馗，从不插手。我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皇后猖狂，温妙一跋扈，而我魏晋孝道一再退让。我的识大体落在世家眼里，添了贤明。等东风，中秋宴就是契机。皇后想让温妙意完美亮相，趁机给我泼脏水。当着众人面，皇上必须秉公办理，就算不杀我，太子妃之位也保不住。温妙意顺理成章上位，一箭三雕。我从一开始就在布置，温妙意只会买，全靠陈嬷嬷帮忙。皇后不便插手，我让暗卫日夜监视，发现温妙意找了个断了腿的赖头泼皮侯三，说让他亲吻太子妃芳泽，给1000两。他也不想想，我出身名门，会看得上这种人。众人发现我跟侯三交媾，明摆着是被陷害。可我若策反侯三或当场捉住，虽能揭露真相，却会让皇上怀疑我的手笔，毁了我精心维护的小白花形象。所以侯三从答应的那一刻起，命就没了。他不会出现在人前。温妙意自以为聪明，却不知道小桃早就被我收买了。他以为小桃是家生子不会背叛，可他不明白奴仆也需要尊重。温妙意在贵人们面前装天真烂漫，对待奴仆却动辄打骂。小桃更是他的出气筒，身上常年青紫一片。从发现那天起，我就让陈兰帮助小桃，安慰她。小桃的心渐渐偏向我。当温妙意告诉她计划时，她明白没有反驳的余地。我让陈兰告诉她，会想办法让她一家老小脱离温氏掌控，只需要牺牲她一人。温妙意自以为给我的酒下了媚药，万事大吉。她想不到在场所有人喝的都是加了红花熬制的果酒，宴会是他全权操持，酒与我无关。再加上他逼我喝酒的场面，众人皆知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阴阳壶是我的陪嫁，他竟用我的嫁妆陷害我。里面的媚药早被小桃换了，阴壶里倒出的是特调果浆，阳壶里是加了曼陀罗花粉的果酒。真正的引子是齐采薇身上乌玉仙掌的香味，曼陀罗和乌玉仙掌合在一起，是神医都难解的媚药，根本查不出中毒。解药就是让中毒之人达到快乐巅峰。多亏陈兰研读偏门医书，才找出这个方法。阴阳壶里的酒都只够倒一杯的量，就算被查出，也是温妙意的锅。他拿我嫁妆给自己掌门面，东宫上下心照不宣。我算准时间，装作腹痛出殿，引温妙意出来。等他发觉不对劲时，已经晚了，整个人昏昏沉沉。隐约中好像看到太子表哥来了。好戏开场，我让小桃去殿中喊我偷人。杜院判没有被收买，选择他是因为他刚正不阿，红花伤身。陈兰让我在殿中快走，造成气血翻覆的假象，计划完美闭环。我适时出场，配合众人供词，一切都是温妙意所为，我完全无辜。还得感谢秦淑瑜，她那样的身份无法在中秋宴露面，却为了推倒温妙意，勇敢地激起被伤害过的侍女前来告御状。这一招简直是神来之笔，成了。温妙意死，皇后败，输了，她本就是将死之人。福宝3岁时，皇上亲自为他举办隆重的生辰宴。我当太子妃快4年了，当年秦淑瑜助我一臂之力，我投桃报李，将他抬为太子昭训。邓玉宸对他有意，我也愿意护着他。成为昭训第2年，秦淑瑜生下一个女儿，难产伤了身子。太医说以后难再怀孕，东宫多了新面孔。侧妃是抚远将军之女吕展颜，长在边关，风风火火。她不喜欢邓玉宸，总说男人都是臭的，只有姐姐们才香。福宝也很喜欢她，整天跟在他后面要学功夫。齐采薇进宫后1月成为专宠，皇上总说他身上有故人的影子，贤妃将后宫打理得井井有条，皇后几乎成了空架子。福宝刚满1岁时得了天花，太医说凶多吉少。陈兰翻烂医书找出偏方，我咬牙用药，半个月后福宝身上的疹子退去，皇上一大喜，给福宝赐名洪喜。皇子10岁续齿，福宝作为太孙刚过周岁就被赐名，未来储君身份几乎板上钉钉。又过了2年，齐采薇成了贵妃，人有了权力就变了心思。当日说好只报复皇后，不涉及太子，现在他竟敢煽动皇上废黜邓玉宸。我承认邓玉宸有些中庸，但我既然嫁给他，就得为他筹谋。紫霞宫中，齐采薇已不同于往日的寒酸模样，如同一朵人间富贵花。她拿9尾凤簪把玩，想向我炫耀，我装作不知，只说他引以为傲的东西在我这里只是平常。殿内只剩2人时，我先开口。齐采薇冷笑问我是否来提醒他莫忘本。我讲了个故事，7岁时父亲送我一只小狗，我精心养护，他却仗着宠爱横行霸道，挠了我一爪子。父亲要打死他，我拦住了，让人把他丢出去与野狗为伴。再见到时他已瘦得不成样子，可一条伤害过主人的狗，谁还会要呢？齐采薇脸色泛白，我告诉他昔年之事皇上已明，只是不愿挑明，才默认他对皇后百般羞辱。我问他是否要以卵击石，承受清河崔氏的报复。我承诺给他自由和花不完的银钱，自立门户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齐采薇肩膀颤抖，问我是否当真。我说人无信不立，若要卸磨杀驴，他早该没命了。从决定复仇那刻起，他就永远是崔氏的棋子。想通后，齐采薇举杯祝太子妃得偿所愿。我碰杯说祝我们都得偿所愿，日子越过越舒坦。2个姬妾分别诞下一儿一女，皆放在我膝下教导。东宫后庭越发融洽，皇上身体渐差，齐采薇传信让我做好准备。皇后早已失势，邓玉宸拼命与生母划清界限，宫妃们在一桌饮食上克扣1、2，便让皇后过得如地狱一般。春日来临，钟响9下，天子驾崩。皇后听闻噩耗，一束白绫跟随先帝去了。
对外这么说。齐采薇来信说是先皇要求皇后殉葬，旨意传到凤仪宫时，皇后大吼大叫，直至传旨太监拿出那封信。信上只有5个字：你死，温氏活。帝后薨逝，举国同悲。邓玉宸登基为帝，守孝3月后，我被册封为皇后，吕展言为贵妃，秦淑瑜为淑妃。我兑现承诺，让成为太贵妃的齐采薇假死出宫。假死前夜，齐采薇来见我，她说想回乾阳，让温氏满门覆灭。我摇头制止，先皇不处理温氏，是想给太子体面。温氏贩卖盐铁马酒，这种吃里扒外的人我不会放过。你可愿隐匿身份，带我观察他们？齐采薇愿意。我的好福宝，为娘现在给你铺路，来日你要将这盛世河山打理得更加辉煌。邓玉宸登基后无人管束，露出本性，下江南4次，每次带回1名真爱。可这些女子都是我早安排好的，唱曲的、抛绣球的、挡箭的、卖身葬父的、英雄救美帝，各色偶遇都在我操控之中。再加上3年选秀选出的世家女子，后宫充盈，邓玉宸乐不思蜀。酒色误人，邓玉宸登基不过9年，便死在嫔妃榻上。多亏秦淑瑜，当年邓玉宸为保温氏，将秦国公推出来做挡箭牌，使秦淑瑜家破人亡。面对爱人变仇人，秦淑瑜觉醒，成了我手中最锋利的刀。邓玉宸对他一向不同，连吃食也不甚查探。秦淑瑜便招法做出特色菜肴，那些精心调配的香客食物剂量微小，常年累月下来身子便虚弱了。邓玉宸感到力不从心，秦淑瑜体贴地拿出丹砂鹿血酒让他重振雄风，可他以外强中干。最后一晚，他连喝3杯鹿血酒，与3、4个后妃一同玩耍，乐极生悲，再也没有醒来。福宝作为嫡出皇子，在世家的扶持下登上帝位，下旨恢复秦国公爵位。从今以后，他再也不用叫云烟，而是秦家嫡出女郎秦淑瑜。弱了，邓玉宸感到力不从心，秦淑瑜体贴地拿出丹砂鹿血酒让他重振雄风，可他以外强中干。最后一晚，他连喝3杯鹿血酒，与3、4个后妃一同玩耍，乐极生悲，再也没有醒来。福宝作为嫡出皇子，在世家的扶持下登上帝位，下旨恢复秦国公爵位。从今以后，他再也不用叫云烟，而是秦家嫡出女郎秦淑瑜。我以为邓玉宸的死会让他痛苦，可除了哭丧时他很悲伤，其他时候神色如常。没了爱情，女人可以变得非常强大。福宝到了娶妻年龄，我让他自己相看，他选了我兄长家的小女儿清月。当年他翻外祖家墙头，被表妹误以为是贼，打了一顿，觉得表妹甚是可爱。秦淑瑜也为女儿相看了鸿胪寺少卿的儿子。我成了太后，日子过得更潇洒。吕展言私下说不想当太贵妃，想去环游世界。行吧，带好银钱，隔3差5回来看看我。吕展言出宫那日，我登上城楼相送，登高望远，这盛世江山正匍匐在我脚下，马车渐行渐远，直至不见。我附上沉着的手，雍容转身，罢了，去唱音阁听曲儿吧。有人选择自由，有人选择情爱，而我从一而终，坚定地选择权力。这一生风光无限，着实不亏。